everyone, welcome to this channel. This channel is all about DIY content. I will share some of my DIY ideas and how to make it every week. Hope you like it.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戳戳绣杯垫。这次的视频特别针对初学者，在前半部分会有一些基本步骤介绍，后半部分内容在基本步骤的基础上制作一个杯垫。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制作地毯、挂画等 DIY 作品。让我们开始吧。这里是一些我们要用到的材料。把戳戳绣专用的布料固定在绷框中，要绷紧，这样后面不容易移位。我用的是这种可以调节长度的针，通过调节可以绣出不同长短造型的效果，后面会有介绍。配套的有一根环形铁丝，方便穿线，如视频中的方法，将毛线穿入针头。将针头调节到最短的位置，开始绣第一种效果。绣出一条直线，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一排比较平的直线效果。第二种，我们将绷框翻过来，同样的针头长度，反过来绣2排。这样绷框的正面就出现了2排比第一种更长的毛线。第3次我们将针头放长，跟第2种一样，反过来绣2排，毛线长度就又长了一点。依次绣出5排不同长度的毛线。我们来看一下侧面的效果比较清楚，就是通过这样长短不一的毛线，就可以组合出不同的肌理效果。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杯垫了。
在崩框反面画上图形。每个部分用不同的色块去绣。绣第一针的时候要捏住线头，我喜欢从色块的外围往内绣。整个杯垫我都是用最短的针头长度，这样表面比较平整。每个颜色结束的地方，我会将线头和线尾打一个结。注意这个结要轻轻地打，起到固定作用，并不需要拉紧。不多久，杯垫就绣完了。将崩框松开，在绣完的图形背面上涂上一层胶水，因为戳戳绣的线头一拉会松开，涂上胶水起到固定作用。胶水干了之后，我另外用了一块麻布固定在背后，这样底部就不会露出来，会比较好看。
将封口部分缝合后，这个杯垫就完成了。毛茸茸的杯垫拿起来很舒服，感觉更适合冬天使用。Thank you for watching. Hope this video can give you some DIY inspiration. If you like today's content, please click like, subscribe, and leave comment. You can also turn on the little bell so that you will not miss any new video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is video, please feel free to leave a message. I will reply you as soon as I can. Thank you.